主及其是铁虎头蜂，还是三只，道友你究竟是何人？自废修为，可留你一命。想废我修为，那就一起死！竟然是极品灵宝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你今后有何打算？晚辈无处可去，若前辈不嫌弃，晚辈愿追随前辈左右，报答救命之恩。我身边不留无用之人，你可懂炼丹？懂，晚辈师尊曾是炼丹师，晚辈随师学习10余年，炼气期丹药大部分都能炼制，筑基期丹药也曾尝试过。此物还你，你先在此地潜心修炼，日后若有所成，可来黄风谷寻我。仙路漫漫，尘缘难断。爷爷，瑞儿，爷爷回来了。瑞儿，这是你媳妇儿？见过爷爷。给孩子带着，可安身护体。这些是强身健体的丹药，每月服1枚，可保你们无病无灾。爷爷，您这次回来还走吗？走，明日便走。瑞儿，你可想修仙？想。爷爷，我能修仙吗？手放上去，凝神感应。瑞儿，你没有灵根，无法修仙。爷爷，您说人活一辈子，到底图个什么？图个明白。爷爷，这是您当年留下的玉佩，这些年想您的时候，我就拿出来看看。你留着吧，就当是爷爷陪在你身边。老东西，滚开！别多管闲事！前辈恕罪，晚辈不知前辈在此，多有冒犯，这就走。走，我允许你们走了。前辈，我们是武林观的人，还请行个方便，莫要自误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武林观为何追杀你？晚辈前些日子无意发现了一座金丹真人作画留下的洞府，消息不慎走漏，他们便要杀我灭口。洞府在何处？这是晚辈拓印的洞府地图，武林观主已召集门下人手，3日后便要开启洞府。你中毒了。是武林观独门的持心散，晚辈能撑到现在已是侥幸。前辈，地图给您，只求前辈日后若有机缘，替我报了此仇。爷爷，今天就要走了吗？临走前有几样东西给你，这2本，一本《混元镜》，一本《游龙步》，都是凡俗顶尖武学。混元镜修内劲，大成可开班列石；
游龙部修身法，进退如风，百人难进。您要我走练武这条路，你既无灵根，便走武道路子。这是淬体丹、壮血丹、养气丹，配合修炼，事半功倍。此风名噬铁土头风，有筑基中期实力。我已刻下血脉守护印记，今后他会守护北家血脉。爷爷，我一定好好练武，绝不辜负您的期望。好生习武，待你大成之日，爷爷自会回来看你，咱爷孙必会再见。凭什么拦着我们？洞府本就是无主之物，验者有份。这洞府明明是散修仙发现的，你们武林观凭什么占为己有？10息之内自行散去，10息之后仍滞留不去者，格杀勿论。既然诸位不想走，那就怪不得贫道心狠手辣了。穆前辈，你武灵观虽强，但如此行事，未免太过霸道了吧？现在还有谁要和贫道讲规矩？倒是有些骨气，可惜骨气再硬，也硬不过贫道的镇山印。道友，真是好深的隐匿功夫，不知道友尊姓大名，仙门何处？洞府入口，我要一个名额。穆师侄，既然这位道友想要个名额，给他一个便是。是，师叔，道友面生得很，不知在哪处仙门修行？一介散修罢了。既然道友对此洞府也有兴趣，不如与我等联手。据贫道所知，这金丹洞府内禁制重重，绝非一人之力可破。不知道友意下如何？既如此，便请道友稍后片刻，子时将至，待洞府禁制最弱的一刻，我等便一同进入。诸位，禁制已至最弱，请随我一同出手，轰开此门。竟然是金丹遗骸！去把石台上的储物袋取来。结阵，快结阵！这北寒风真是找死，竟敢独自一人面对噬铁土头风。
道友，已经也有侍铁虎头蜂，快让他们控制蜂群，只要能救老夫一命，老夫必有厚报。饶命！道友饶命！武灵观秘藏全都给你！木属性飞剑品质尚可惜我已有了青棉剑。既如此，就给你们打打牙才吧。竟然突破到了筑基后期。玄尘子这老匹夫，竟想独吞秘宝！他们在里头待了好几日，说不定已经把金丹一役消化干净了。消化了也得吐出来。金丹一役岂是他一人能独吞的？诸位，你是何人？玄尘子在哪儿？那个老东西已经死了，道友如何称呼？北寒风，北道友，老夫黑沙散人。这位是赤岭赵家的赵天龙家主，这位是清霜观的清霜仙子。道友既已先行入内，按规矩先到先得，所得自是归你。但金丹一役非同小可，非一人所能尽占，不如道友将所得取出，我等共同商议分配之法，如何？若我不愿呢？那便休怪我等以多欺少了。好。解阵，快解阵，不然我们全都得死在这里。不好！好手段，老夫认栽。道友，饶命！赵家愿倾尽所有。是时候回宗门进些货了。站住！出示身份玉牌。哟，这不是北师兄吗？这趟回乡倒是出息了，居然突破到了炼气3重。侥幸罢了。告假6月余，超期7日，按宗门规矩，扣本月分令3成，可有异议？没有异议。你离宗这些时日，宗门发生了不少事。王立师叔追查他侄子命案时，在藏古荒穴殒命了。刑堂现在正四处查案问话，你刚回来最好留点神，别撞他们矛头上。多谢师兄告知。行了，快回丹殿复职吧。莫菊英大师前2日还问起你何时归来。弟子北寒风归返复命，修为倒是长了一层。回乡途中偶有感悟，侥幸突破。明日我要开炉炼制聚元丹，你负责处理凝露草、地心莲、火晶藻这3味辅药。大师，弟子仅炼气3层修为，处理筑基期丹药的辅药
恐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你灵力虽弱，但手法沉稳，杂质剔得干净。炼丹重在心细而非力强，专注些便是。弟子遵命。莫大师，莫大师可在？何事如此慌张？莫大师，您上元预定的冰焰草送来了，但运送途中遭遇魔派修士袭击，灵草受损，冰火灵力彻底失衡，撑不到明日了。叶片焦痕，赤纹灵力暴走。今日不入药，明日必定彻底枯萎。可今日服药尚未备齐，强行开炉，成丹率不足30%。这玉盒竟然能引动葫芦反应。大师，弟子早年流浪时，曾见过一个郎中用特殊方法暂时稳住了药性，可否让弟子一试？北寒风，你不过区炼气3层，也敢妄言处理2阶灵草？冰焰草若毁在你手里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弟子不敢妄言，只是确实亲眼见过此法。你有几层把握？5成。给你1炷香时间，成则记大功一件，失败你就自己离开丹殿。弟子领命，还请大师准备1盆活泉水、1只陶碗、1碗陈年米酒。你去取。你所用的当真是凡俗之法？回大师，确实是凡俗之法，但此法只能维持6个时辰。6个时辰足够了。明日卯时开炉，今夜你便留在此处照看，不得有失。外层是普通温玉，内层只有简单的温灵阵纹，并无特异之处。这次你又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呢？做得不错。炼制聚元丹，主要3味，辅药9味，你且看好了。先投地心莲，待其化液，再入火晶藻。炼丹便是如此，10炉能成3、5炉，已属不易。清理了吧。今日便到此为止，明日开始，你除了处理药材外，可尝试以地火温养空炉。半年后，我教你炼制炼气丹。今日到此为止吧。你虽心性沉稳，但控火手法生疏，仍需多加磨练。弟子明白，定会勤加练习。进。白师妹，可是有什么事？莫师兄，我奉家师之命，前来求取一瓶清心丹，以备3月后的宗门大比之用。清心丹，此丹材料倒是契备，你3日后来取吧。多谢莫师兄。北师侄，许久不见，
你们认识？北师侄当年入宗，师妹结引。北师侄在丹剑可还适应？劳烦师叔挂心，弟子一切安好。此乃我早年修炼时的一些心得，或许对你有所助助，莫要辜负了莫大师的栽培。多谢师叔。清心丹已经炼成，你拿去交给青竹峰的白楚师妹。切记此丹药性刚猛，需在静屋中静坐服用。是，弟子明白。进来吧。莫大师命弟子前来送丹，并交代此丹药性未稳，需在静室中服用。北师侄在丹田已有数年了吧？你修为似乎进不大。弟子资质愚钝，年岁又高，能有如今的境界，已是侥幸。侥幸？当年七玄坊外的山谷，你击杀李健时，可是实打实的炼气后期修为。这里又没有旁人，我只想知晓你如今究竟是何修为。这你也要瞒我吗？白师叔既已筑基，当知修仙界有些机缘不便与人讲。我能踏入仙途已是上天锤炼，至于修为几何，重要吗？我只是不想你因隐藏修为，耽误了自身的道途。道途对我这般人来说无关紧要，能踏入仙路已是奢求。无关紧要？那当初我问你这仙还修吗时，你为何回修？因为我想活下去，活得久一些。所以你就选择用侥幸二字搪塞所有的疑问。这不正是大多数散修的生存之道吗？白师叔贵为筑基修士，想必更懂其中的道理。正因为我懂，才更觉得可惜。何惜之有？老朽能安坐于此，已是天大的造化了。既然丹药已经送到，那弟子就先告退了。玄冰宗的林雪瑶上月已成功结丹。丹药送到了，是，已经亲手交给白师叔了。3日后，丹殿有1阶丹师考核，你可想一试？弟子也可以参加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1阶丹师考核要求严格，需独立炼成3种1阶丹药，或一次性炼出3颗1阶中品丹。虽然你如今只会炼气丹，但若想试试，我不拦你。弟子想试试。老夫周明远，今日1阶丹师考核主考，规矩很简单，每人领3份材料，3个时辰内炼出3种1阶丹药，且成丹率不低于40%，或炼出3颗中品丹药。若炼制失败，药材费用自负。现在考核开始。原来炼丹竟如此简单。成丹率70%，中品炼气丹3颗，考核通过。竟然这么快就完成了，倒是有些天赋。去登记吧，今日起你便是1阶丹师了。恭喜北师侄通过1阶丹师考核。白师叔来丹殿是寻莫大师。跟我来，有要事与你说。宗门筑基弟子大比即将开启，前3名可入化灵池，并可携1人同入。师叔的意思是，若我能进入前3，便带你一同进去。师叔为何要如此帮我？我也说不清，或许是念及当年接引之情，亦或是不忍见你就此埋没。可是据嫡子所知，此次大比有筑基大圆满的师叔参加，
而师叔才筑基不久，如何能入前3？我会尽全力，哪怕希望渺茫。师叔可信我。什么意思？接下来我所展示的一切，还请师叔保密。你竟然筑基了，这怎么可能？筑基后期的噬铁土头风，有他在，再加上师叔本身，进入前3并非难事。你为何又要如此帮我？师叔愿为我冒险争那化灵池名额，我应当如此。况且当年要不是师叔引入仙门，估计我早已化作一抔黄土。多谢，等我取得大比前3，那化灵池我一定带你进去。北师弟忙着呢，师弟这个月的任务单可都练完了？今日是最后一炉，请师兄核收。北师弟啊，这一颗丹药有些许瑕疵啊。按丹殿规矩，任务丹若有瑕疵，需扣减1半贡献点。丹殿规矩，丹药瑕疵若无碍药效，不扣减贡献。我说扣便是扣，你若不服，尽管去找吴师叔理论理论。只是弟子记得丹殿核验任务单是由周大师亲自把关，而刘师兄似乎只负责任任务发放吧。北师弟，丹殿这潭水深得很，你小心别被淹着。宗门大比可采用任何手段，但不可伤及性命，违者严惩不贷。此次前3名可入化灵池1日，并可携1人同入。第1场，青竹峰白芷对阵烈阳峰赵岩。白师妹，你筑基不过半年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免得待会儿伤了和气。请赵师兄指教。哼，既如此，就别怪师兄不留情面了。中品防御灵气，靠灵气之力终不如己身，再接我这招！师兄小心了。我就不信打不过你一个筑基初期！不可能，我怎么会出界？赵岩出界，本场比试白芷胜。青竹峰白芷对阵青灵峰首席周元。白师妹，你能胜赵师弟，靠的是灵气差距，但在我面前，任何手段都没用。请周师姐指教。这玉帕的防御竟如此强悍。白师妹，你的灵气都不错，但凭这些赢不了我。
师姐，请出全力。既如此，便让你明白境界的差距。白师叔放弃了，完了，这八道锋刃他根本挡不住。难怪师尊说你天赋不凡，但剑刚出城又能撑多久？一丝一毫的颤抖，说着一丝清明之节。师姐，我还没输。筑基后期的噬铁土头风，白师妹，你这灵宠从何处得来？九幸所得。师姐，还要继续吗？师妹既有此依仗，那我便领教领教。去。秦灵剑诀第7式三招。够了，此战周元认输。赢了，白师叔赢了，后期赢了，后期。运气不错，只是灵力反噬，休养半月便可痊愈。师尊，别说了，是我低估了他。此风是你的灵宠？回路师伯，却是弟子机缘所得。机缘？刘师妹，你倒是收了个好徒弟。陆师兄过虑了，小徒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本届筑基大比，第1名李藏，第2名白芷，3名赵元。前3名，3日后可入化灵石1日，并可各携1人同入。按规矩，每人可携1人同入。我携我族侄李明，你2人所携何人？我携我弟子周明。白师妹，你呢？我携丹殿弟子1阶丹师北寒风。弟子北寒风见过白师叔。白师妹，你确定带此人？确定。北寒风，你的灵根可还好？回谷主，弟子灵根依旧枯涸。白师侄，你确定要带他进去？弟子确定。既如此，便依白师侄之意。我们进去。我就说吧，枯豪的天灵根怎么可能还有救？白师叔这次真是亏大了，白白浪费了一个名额。
天灵根复苏之象，这是百年难遇的完美级洗炼。年轻的感觉久违了。柳师妹，你的徒弟倒是为宗门做了件大好事。机缘如此，也是他自己的运吧。此番入池，感觉如何？弟子灵根杂质驱除近20成，修为有突破之兆，谢谷主。回函谷主，弟子灵根已恢复至中品程度。好，很好。自今日起，你便享用内门弟子正式待遇，望你勤加修炼，莫再辜负这番造化。谢谷主，弟子定当努力，不负宗门厚望。这是我整理的一些筑基期修炼心得，或许对你有用。多谢师叔。是时候解决你了，柳文成。化灵池的造化是，弟子灵根已恢复至中品程度。中品灵根虽不及你原有的天灵根，但也够用了。刘文昌的事，你打算如何？请大师指点。这是炼制2阶丹药聚元丹的丹方，你若能在1个月内炼成，且成丹率过40成，我便推荐你参加下月的2阶丹师考评。谢大师成全。北师兄，吾只是请您去一趟执事殿。终于来了吗？弟子北寒风见过吴师叔。北师侄，坐。北师侄，最近有不少弟子反映，你占着甲字备用丹房，却迟迟未能完成本月炼丹任务，可有此事？弟子本月任务10炉炼气丹已炼6炉，成丹率5成，按丹殿规矩，月底前完成即可。北师侄，丹殿有丹殿的规矩，甲字丹房非2阶丹师不可久占，毕竟你只是1阶丹师，从明日起，你搬去1阶丹师丹房。吴师叔，弟子的甲字号是周大师亲口安排，师叔若要调换，是否应先过问一下周大师？你在拿周大师压我？不敢，只是未得周大师之令，弟子不敢擅自离开甲字号丹房。既然你执意要用甲字号备用丹房的本月任务，便不能再按寻1阶丹师的标准来。10炉炼气丹，成丹率过6成，且需有3颗中品以上。弟子明白。离2阶丹师考核还剩10天，10天过后，你们等着吧。那不是北寒风吗？他也要考2阶丹师，炼气4层也敢来凑数，莫大师真是老糊涂了。肃静！今日2阶丹师考核规矩如旧，每人领3份药材，3个时辰内成丹1炉，成丹率须达4成以上，或炼出中品丹药2颗。这控火手法好精准。成丹5枚，中品其3，成丹率5成，考核通过。莫兄，
你这弟子真是藏得太深了。哈哈哈哈！老夫早说过，此子丹道一途，天赋异禀。恭喜北大师晋升2阶丹师！北大师，刘文昌，我已是2阶丹师，按丹殿规矩，可调遣殿内所有筑基以下弟子。明日起，你便负责为我打扫丹房吧，你明白了吗？怎么，你不愿？弟子遵命。北大师，莫大师请您去一趟他的丹房。带路。坐。今日表现不错，全赖大师悉心教导，我能教你的，你基本掌握。你修为何时进了炼气4层的？弟子数日前炼丹时略有所感，侥幸突破，这是老夫炼制筑基丹的心得。你既已是2阶丹师，可尝试参研。若能炼成筑基丹，丹殿之内便无人能动你分毫。弟子定不负大师所望。进。北大师，殿主有令，请您前往议事殿。议事殿可知何事？弟子不知，只知周大师与莫大师已在殿中等候。弟子北寒风见过殿主、周大师、莫大师。入座吧。今日召集诸位，是为3年后天南丹道交流大会之事。此会30年一度，由7派轮流主办，此次轮到玄冰宗。玄冰宗，林雪瑶所在的宗门。按惯例，我黄风谷需派出一支丹师队伍前往，领队之人由金丹境的周明远大师担任，必不负殿主所托。4名2阶丹师名额，经商议暂定为何松、赵元海、李暮雪以及北寒风。北寒风虽晋升2阶丹师时日尚短，但其成丹率稳定，丹道悟性远超同辈。且周大师与莫大师亲自力荐，经殿内集体商议，认为其可占一席。殿主，北师弟丹道天赋确有过人之处，但天南大会非同小可，关乎我黄风雨数百年的丹道声誉。北师弟经验尚浅，从未参与过7派间的交流，是否斟酌一二？莫大师，你既力追北师职，有何说法？北寒风虽晋升2阶丹师时日短，然其所炼聚元丹成丹率委居5成，偶出中品。这份成绩，殿内诸位2阶丹师有几人能做到？现距大会尚有3年，老夫认为足矣。此事已定，这3年之间，诸位当潜心丹道，莫要堕了我黄风谷威名。谨遵殿主之命。寒风，随我来。是。北寒风，你可知老夫与莫大师为何执意举荐你？弟子愚钝，请2位大师明示。你入丹道时日短，思绪尚未被陈规旧况所缚。此次大会由玄冰宗主办，闻言他们会拿出3道上古丹方残片，供7派丹师共研推演。这等推演最需灵光，弟子必竭尽全力，不负2位大师所托。此外，还有一事需特别叮嘱你：玄冰宗门中天才辈出，尤其那位新晋金丹长老林雪瑶。弟子记下了。这是老夫整理往届大会的见闻，还有7派丹道的特点和需留意的人物，你拿回去好好看看。谢周大师，去吧。3年后的丹道大会，我们等着你大放异彩。天南丹道交流大会，玄冰宗林雪瑶。风哥哥，小雪想你。
北大师，今日怎有空来我这执事殿？在下主峰陈明，见过北大师。吴执事，谷主已恢复我内门弟子正式待遇。按宗规，内门弟子当配独立洞府，此事自然。执事殿早已为大师备好。翠云峰南麓有一处洞府，占地1亩，我这就让人把令牌给您取来。不过既已是2阶丹师，洞府自然要按筑基规格分配。大师所言不虚，只是近年宗门弟子增多，符合筑基规格的洞府，恐怕我已查过，青竹峰东侧有处空地，正好符合。既然大师您看中了那块地，自然是您的。此乃洞府禁制令牌，大师持此可开启基础防护，有劳了。果是走了狗屎运，恢复了点灵根，就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吴师兄何必动气？他如今是丹殿的红人，些许灵地而已，犯不着为了这点事得罪他。此地是你占的。此处是我新辟洞府，现已在执事殿登记在册。登记？我3日前便向宗门执事殿递了申请，怎么北师弟是要抢在我前头？韩师兄说笑了，宗门规矩，口头当允，不作数。北寒风，别以为成了2阶丹师就可以目中无人。我韩烈在烈阳峰修行近100载，筑基已10数年，论资历、修为，哪点不比你强？韩师兄，按宗门规矩，2阶丹师未同筑基，且地位略高于筑基修士。韩师兄若执意要争，不妨现在便去行堂。好得很，北寒风，今日之事我韩烈记下了。韩烈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弟子赵平，奉吴执事之命，前来给北大师送洞府阵法。有劳了。谢北大师赏赐，弟子告退。3年，还有3年。掌柜，这些灵种可有现货？道友要的不少啊，还有2阶灵草，这些加起来可不便宜。价钱不是问题，重要的是品质。那是自然，我百草阁的灵种是出了名的好。道友请看，这些都是上等灵种，发芽率至少70%。都要了。另外可有清源果的幼苗？有倒是有，不过只有2株幼苗，拿来我看看。这2株也要了，算算总价。2株清源果幼苗2000灵石，总共2380下品灵石。不用找了。道友爽快，日后需要什么灵种，尽管来我百草阁。
北大师，这是刚从访视回来。韩师兄特意在此等我，你也配让我等？不过是路过看见一只蝼蚁，打算顺手碾死罢了。有点意思，看来你身上藏了不少秘密。可惜蝼蚁终究是蝼蚁。你隐藏了修为！北寒风，速回丹殿一趟。急事？难道是韩烈死有了什么线索？进来，关门。大师，行堂来人了，不知何事。烈阳峰的韩烈数日前魂灯熄灭，这几日行堂排查所有与他有过交集的人。弟子与韩师兄的确因洞府之事有过争执，但事后一直忙于洞府建设，未曾再与他见面。这些行堂自会核实，叫你回来是因为行堂执事此刻就在殿内。记住，这几日你一直在洞府监工，未曾离开。弟子明白。莫大师，北大师。孙执事，人已带到，有话便问，莫耽搁太久。北大师，数日前韩烈师弟的魂灯熄灭，此事您可知晓？已听莫大师提及，据查，韩师弟生前最后一次与人发生冲突，便是与您争夺青竹峰东侧的洞府，确有此事。韩师兄欲争我已登记在册的洞府，言语颇不客气。之后几日，大师可曾再见过韩师弟？未曾。那日争之后，我便一直忙于洞府兴建之事。孙执事若不信，可随时去查验。大师言重了，只是有弟子称，数日前曾见您下山往青云坊市方向去了。孙执事这是何意？我身为2阶丹师，去坊市采购灵种有何不可？在下绝无此意，只是韩师弟陨落，行堂需排查所有关联之人，还请大师体谅。孙执事问完了，日后行堂若再要问话，记得先通传老夫。老夫的人不是谁都能随意召来询问的。晚辈明白，告退。你方才动了怒，弟子只是不解，问我一个炼气4层岂不可超？未必是怀疑你，只是有人想借此事敲打你。不过今日之后，他们应该会收敛些。谢大师回护，你既是我选中的弟子，便轮不到外人欺上门来。只是韩烈终究是个麻烦，烈阳峰那位李长老极为护短，日后难免会找你麻烦。大师觉得李长老会认定是弟子所为，他不会认定，但会起疑。